2014年12月6日的傍晚6点45分，丽莎·钱伯斯接到了女儿杰西卡的来电。电话里，杰西卡表现得异常安静，丽莎对此也感到颇为纳闷。她万万想不到，母女俩的通话才刚结束不到2小时，警方便联系上了她，并告知他们发现了杰西卡被烧焦了的尸体。欢迎各位来到 NPC 频道，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宗发生在考特兰的悬案，是谁烧死了杰西卡？杰西卡的真实姓名叫做杰西卡·莱恩·钱伯斯，她于1995年2月2日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考特兰。当时候，考特兰的居民人数仅为500人，这个地方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小镇。但是对于杰西卡而言，她在考特兰度过的童年却一点也不太平。在她8岁那年，父亲因为炼制毒品被捕了。不久，他亲眼目睹邻居被人枪杀了。2012年的时候，他的哥哥死于了一场车祸。可以说，杰西卡的童年过得真的挺艰难。高中时期，杰西卡在学校是一名颇受男同学欢迎的啦啦队成员，她的学习成绩也十分出色。高中毕业后，杰西卡在贝茨维尔的一家服装店打工。除了服装销售员，杰西卡还有一份不怎么光彩的工作，那就是贩卖毒品。虽然她曾经因为贩毒而被逮捕，但无论是在考特兰又或者贝茨维尔，杰西卡都从不得罪人，几乎所有人都很喜欢她。时间一晃就来到2014年12月6日，杰西卡和她的2个好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上午。她后来去了她母亲丽莎的家，并在那里睡了个午觉。下午的时候，她收到了某人的短信后就离开了家里。临走前，她告知母亲，她打算出去买点东西吃，之后再顺便把车也收拾一下。下午5点30分左右，她去了一趟加油站，然后又去了一趟附近的贝茨维尔。至于他在贝茨维尔做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。下午6点30分的时候，他返回了考特兰，并在15分钟后拨了个电话给母亲，这也是丽莎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了。根据杰西卡的手机位置数据显示，当天的下午7点30分，他开车前往了考特兰的赫伦路。晚上8点10分，一名摩托车骑士经过赫伦路的时候，看到了足以令他恐惧一辈子的情景。一个全身着火、被烧得酥脆的女孩从一辆着火了的车走了出来，然后跌跌撞撞地掉进了路边的水沟。这个女孩便是杰西卡。摩托车骑士立即拨打911报警。警方抵达现场时，杰西卡全身已经98%烧伤，双目已经失明，并且命悬一线了。消防员跟着也来到了现场。其中一名消防员很艰难地认出了眼前那个几乎被烧成炭的女孩，就是自己以前的同学。消防员们开始努力地灭火。这时候，人们依稀听到杰西卡说了一句：“救救我！”在场的警员和消防员看着杰西卡的惨状，也不禁感到悲伤。毕竟一个大活人被烧成了那样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：“是谁这样对你呢？”由于已经被严重烧伤，加上吸入了大量汽油燃烧的火焰和烟雾，杰西卡只能勉强地从嘴里吐出一个名字：埃里克，又或者德里克。究竟是埃里克还是德里克呢？现场没人听得清楚。在救护车上，急救人员又问道：“是埃里克伤害了你吗？”杰西卡否认了。医生后来解释道，当时的杰西卡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说出可辨认的单词，所以究竟是谁纵火的呢？这个疑问令警方伤透了脑筋。杰西卡随后被送往了孟菲斯的一家医院，她坚强地等到家人抵达医院后，才在第二天的12月7日握着母亲的手离开了人世。所有的亲朋戚友得知了杰西卡离世的消息后，都是悲痛万分。然而除了悲伤，他们更想找出真相，还杰西卡一个公道。到底在12月6日当天，杰西卡遭遇了什么事呢？
人们都想尽快找出那个残忍的凶手，当然警方也是，无奈想要轻易的破案又谈何容易呢？警方随后在考特兰和贝茨维尔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，企图找出杰西卡嘴里的那个埃里克又或者德里克，可是最后一无所获。杰西卡的前男友特拉维斯也成了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，可是当时候特拉维斯正在监狱里服刑，而且当他们看到特拉维斯悲伤的表情后，就排除了对特拉维斯的怀疑。负责此案的联邦特工开始剖析杰西卡的手机记录，以了解杰西卡是否接触过名字叫做埃里克和德里克的人，结果手机里并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。在深入追查他的面子书后发现，杰西卡曾经删除了2个埃里克。接着警方重新调查案件发生的时间线，发现最可疑的时间点就是杰西卡前往贝茨维尔的时候。据查悉，杰西卡当天是不需要上班的，可是他却在那里逗留了30分钟，而且没人知道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，见过什么人。为了收集更多的情报，警方决定悬赏$54,000给任何可以提供实际资料给警方的人。随后警方向超过50个人录取了口供，但却得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2年过去了，杰西卡的家人依然对她的死感到无比的难过。就在大家都以为案件不再有新的进展时，2016年2月，警方通过杰西卡的手机和信息记录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，这个人就是昆顿·特利斯。昆顿曾经因入室盗窃以及持有毒品而被定罪。2015年的时候，他又因为谋杀了一名台湾籍女大学生而被捕。根据一些目击证人的供词，杰西卡在案发之前曾经跟昆顿待在一起，可是昆顿却坚决否认一切。他不断地利用错误的信息来误导警方，而且这些信息全都是前后矛盾的。最关键的一个矛盾点就是，事发当晚他跟一个名叫桑福德的人在一起，但根据警方查实，桑福德当晚在纳什维尔观看田纳西泰坦队的比赛，这就证明了昆顿根本就是做贼心虚，企图制造不在场证明来摆脱杀死杰西卡的嫌疑。审问持续进行着，昆顿也不止一次更改供词。最初他声称只是早上的时候跟杰西卡在一起，杰西卡被谋杀的时候他去了贝茨维尔的一家商店，可是闭路电视显示昆顿是在晚上8点26分出现在商店，距离杰西卡被纵火已有15分钟之久。警方再次从他们的手机位置数据里查获了更多信息。事发当晚的7点30分，杰西卡和昆顿一直都待在一起。此外，在杰西卡被谋杀后的1个小时内，昆顿就从他手机里删除了与杰西卡的所有通信。那些信息显示，在事发1周前，昆顿多次要求杰西卡跟他发生关系，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。单单在事发当天，昆顿就被拒绝了4次。根据警方的说法，昆顿涉嫌在杰西卡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后谋杀了他。他们认为昆顿在被拒绝后变得很生气，他恼羞成怒地把杰西卡给弄窒息了，然后他把车开到案发地点，在步行道附近姐姐的家中拿汽油，然后回头烧死了杰西卡。然而，昆顿的辩护律师声称，案件真正的凶手应该是那个叫做埃里克或德里克的人。2017年10月，昆顿因杰西卡的谋杀案接受审判，最初该判决被解读为无罪。然而，人们发现陪审团误解了指示，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投了有罪的票。1个小时后，陪审团表示无法做出判决。新的审判于2018年9月24日在另一个县开始，无奈在那次审判中又再次宣告了误审。案件第2次审判失败后，昆顿被送回了路易斯安那州接受台湾籍女大学生谋杀案的审判，可是他只是承认非法使用了死者的银行卡，人并不是他杀的。最终他作为惯犯也只是被判处了10年徒刑。杰西卡的案件至今都还没有结果，然而当中的很多人和事都已经时过境迁。其中一个关键证人桑福德在一场骰子游戏中被杀死了。
负责调查该案件的一些警官，有的已经被调职，有的已经退休。更遗憾的是，母亲丽莎于2021年10月29日去世了，享年52岁。直到她离世前，她依然无法替女儿伸张正义。这期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麻烦动动手指点个赞，我们下周再见。